尊上，怎么了？你们活了万年，可曾听说过逍遥宗的舍身剑阵？苍九民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？苍九民！这符文只会对妖魔不利，好像是我们仙门的法术。舍我肉身，连同这魔域一道回去。我若身死，你们还能拿什么来迎接你们的魔神回归？澹台烬，你究竟在害怕什么？你竟然做出自戕这种蠢事！害怕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澹台烬，为何要选择死？明夜，原来这护心灵中还有你的一缕神识。不错，你以神魂炼化护心灵，重新唤醒了它。原来如此，舍身大阵已到了最后关头。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我本就是诞生自魔神的恶念，若我消失，可以拯救4周于万亿，也不枉我来人间走这一遭。世间悲喜，莫过于有情之生灭。澹台烬，你为魔神而生，又为何而死？我知道，生之可贵。可如今，我一人之死，可以阻止更多的死亡。我想守护住这儿，我想守护我身后的一切，一如当年你想要守护住漠河一样。从前你问我，为何选你进入我的般若浮生？此时，你可明白了？那场大战中，被封印的邪果随着天柱破碎遗落人间，魔神会利用邪果再度选定魔胎复生。我已耗尽神力，只得在漠河河底留下般若浮生。纪则曾在我与桑九身上看到你们2人的幻影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你的死不能阻止魔神的生，你的生才开启魔神的死。如今我能做的已经做完了。澹台烬，
该是你做选择的时候了。万年机会，缘尽于此，再见。若不是那个护身法宝忽然显出，恐怕此刻我们早就已经死了。姐姐，你果然说的没错，那个苍九明果然诡计多端。要尽快夺回邪骨，唤醒魔神才行。念白羽，你的主人已被我废去了修为。 亮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了，你好好的把他看住了，待几日后我们回来，替他注入邪骨，魔神就能复活，你的族人也就自由了。什么？你不修无情道了？ 爹爹，不是女儿不愿休息，只是女儿无法忘情，恐怕此生都练不成无情道，无缘飞升，要让爹爹失望了。起来吧。苏苏啊。 已经决定，就是苍九明了。爹爹，可以吗？傻孩子，你问我做什么？九明是不是个好孩子，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。况且他能够炼化护心灵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内心至善至纯，是个值得托付之人。爹爹，至于你能不能修成大道， 无论你选什么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爹爹都替你高兴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。只要你回头，爹爹永远都在你身边等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啊，还有啊，不要担心，邪骨的事情，爹爹一定会帮你想办法。苏苏。 邪骨真的在你这里？你为何不告诉父亲？你知道有多少人觊觎那邪骨的力量？是苍九明让你瞒着我们的吧？他定是想将那邪骨拿回，才会盘桓在你身边。不是的，其实苍九明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是我觉得邪骨 会带来无妄之灾，因此不敢告诉别人。你万万不该如此掉以轻心。邪骨的威力你还不明白，你虽是无垢灵体，不会被一般魔气所侵染，但那可是邪骨啊！当年天柱都没有将其封牢，岂是你这灵体能轻易封住的？我当时没得选，我用仙髓换出他的邪骨后， 才发现那邪骨根本无法消灭，只得以身体将它封印起来。又是魔印咒。念白羽，今日找你过来，是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办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如今世人皆知，邪骨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他对你们而言，已经没有价值了才对。 这就轮不到你来操心了。你只要把魔胎给我带回来，其余的事情我们自有办法。可是，念白羽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若不想让他们死，便乖乖听话。我明白了。
星灭想要抓魔胎回去，难道他们也知道邪骨的下落了？看来我必须要抓紧时间，赶快行动了。苏苏啊，我和你父亲商量了一天，决定联手，在后天的子时为你布阵行阴阳法咒，去除邪骨之险，这样我们也好放心。爹爹，我知道你们为了我的事情都争了一天一夜了，辛苦爹爹和父亲了。还有赵幽伯伯，为了提亲的事忙得见不到人。如今3界大定，仙门之中哪里还有比你和九明的大婚更重要的事了？我和你父亲开心还来不及呢，你呀，就不要多想了。啊，说到这儿啊，我们倒是得谢谢你父亲，我们都错怪他了。原来降魔峰之后，他一直对错怪九明而心中有愧，只是他言语木讷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听说你和九明即将成亲，非要耗尽自己毕生修为，为你压制住邪骨。说是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九明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在一起。他还说，也算是给九明赔罪了。哎，还有那件东西，也该拿出来了吧？啊。这是一只公鸡石头。哦，是老虎。这是你父亲用荒渊的熔岩亲手为你做的，希望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能亲手送给你。嗯，我在荒渊时就天天在寻思，寻常人家都会送一些布老虎给小孩子。可是，在荒渊那个地方，就只有这些破石头，熔岩坚硬，我力量微弱，就只能一日日敲打磨练，终于算是有了个形状。当我真正见到我的小姑娘时，如今也长得这么大了，我对你照顾不周，现在只想尽力多做一些，就当是亡羊补牢了。父亲，我会收好这只小老虎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爹爹和父亲已经想到压制邪骨的办法，3日后就会布阵施法。你父亲，他如何会知道邪骨在你的身上？我和爹爹说起邪骨的时候，他听到了。何况父亲他又不是外人，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。没事的，只要邪骨能压制下去，我们此生就能长久相伴了。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成一次亲吗？好，等你出关，我就带着聘礼来接你，咱们再成一次亲。谁说我一定会答应你啦？我告诉你，徐掌门已经答应我了，他可是许了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，你不能反悔的。那你就不怕这一次成亲，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？这么说，你答应我了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怎么就光听自己想听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按照我们长泽山的习俗，成亲之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。如果达不到爹爹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可是会反悔的。好吧，我等你。我会带足聘礼，在你出关之时来接你。该你下了。
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，到底是出了何事了？这棋也不下了，酒也不喝了，整个人的魂都飞到天外边去了。哎，今天要跟你说的可是大事啊！先喝口茶。你看上次说的那件事，是不是？哎，给个面子嘛，啊？你那个宝贝徒弟啊，以后入了我衡阳宗的门，你可会舍不得呀？老薛啊，谢谢你保下9年。他虽是魔胎，可那日炼化护心灵时，却隐约一现神像，足可以证明他道心稳固。假以时日，守护苍生之责，他必能担起啊！提起你徒弟，倒是正经起来了。那是，那就有劳曲掌门了。咱们3日后见。虽说婚事繁忙，玉灵仙子可还记得日日要去湖心打坐？那苍师弟呢？除了日日来我衡阳宗偷看玉灵仙子，可有用功修习呢？小师叔，你说吧。小师叔，发现没有？最近总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附近。苍九明，再等等，过了明日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明日早晚课都取消了，掌门说要闭关1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闭关啊？听说小师叔也在闭关，还有网之主也是啊。你们说，宗门内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？大事？魔胎都被废了，还能出什么大事啊？我看啊，8成不是坏事儿，是喜事儿。对，不过咱们的玉灵仙子啊，便宜了苍九明那小子了。他可是魔神，年纪有个100千万年的，也不知道掌门怎么想的。嘘，小声点，那个魔修念白羽就住在这附近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妖王、魔修、魔神，咱们长泽山凑了个全套。好了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索索，待会儿你会无感尽失，不过你不要怕，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好。辛苦父亲和爹爹了。傻孩子，跟爹爹还客气什么？明日你赵幽伯伯就要带着聘礼来替九明提亲了，到时候我们双喜临门。开始吧。姐姐，发什么愣呢？看你很开心的样子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我们已找到魔宫入口，只要从衡阳宗找来一物，尊上很快就能复活了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子音，我醒来后这些日子有了许多感触，无论神魔人妖，寿数都不过须臾，所以最重要的是成全自己。想要什么就去得到什么。你为了魔神倾尽至此，你自己想要什么，你思量过吗？姐姐，只要是尊上想要的，便是我想要的。妹妹，你不要再傻了，你为魔神付出至此，
魔神又为你做了什么？尊上不必为我付出什么，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姐姐，我先走了。若是一切顺利的话，再见面时，自当是在魔神的面前。 苏苏，苏苏，此时一道阵法已经结束，苏苏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他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看，邪骨不是要出来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对，为何会这样？ 怎么回事？这阵法不是要压制邪骨的反噬吗？战情诀，你看人的眼力，如果能像看法器一样精准，那就好了。没错。 这正是斩天剑第3把魔器。万年前，我就是用它刺伤了魔神，才会被他封印在荒渊之中。人人都以为斩天剑和其他魔器一样散逸了，其实它一直在我身上。是我看走了眼，没想到。 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邪骨，徐掌门，其实我非常敬佩你这样的正人君。当初我和冲皇相识后，我是真的要做一个深情不负的好情郎，可惜魔神的力量实在是太让人着魔了。为了有朝一日攫取那个力量，我只能背叛冲皇，投靠魔神。 直到遇见这孩子，我和苏苏相认之后，我也想全心全意地弥补他，做一个好父亲。然而命运弄人，要怪就怪这孩子竟然与这邪骨这般有缘。不要，不要伤害苏苏！不要，苏苏！ 不要！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会忍心害死她呢？我取出邪骨之后，她只需撑过伤势，便可一世平安。你是她的养父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她抚养长大，如今你可以安心的去。苏苏！ 就是你让我苦等了万年，魔神的力量，终于轮到我来主宰了。
的灵力几乎已经耗尽，要被斩天剑贯穿，何苦要无谓挣扎？你这等贪婪之徒，只知觊觎魔神之力，还和我谈业果报应。今日我就算耗尽修为，身形驱散，也不能让你带走邪骨。愚蠢的你！只要你平安、快乐，无论你怎么选，爹爹都会为你高兴的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，只要你肯回头，爹爹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素素，爹爹对不起你。爹爹不能接住你了。师姐，出事了，走。不好，出事了，要尽快带主上离开这里。这是哪里？怎么样，谭太监？是你说的时机成熟，你便会返回荒原。如今属下已经替尊上寻找到了魔宫入口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时机了吧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主上，我已经跟掌门请辞，临行前想跟你好好叙叙旧。白羽，你为何突然要走？离家太久了，不放心。不过主上，降魔峰之后，虽有2位掌门力保，但是您的处境却一直不太好。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，跟我一起返回逸月族？白羽，我绝非什么圣贤，平心而论，我也不愿意非义傍身，更不喜欢身家性命经由他人掌握。可是，只要能跟苏苏在一起，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忍受。主上，我听说您就要与玉林仙子成亲，永生永世都不会离开这里。可逸月族，主上也不关心了吗？母族，说来我命途多舛，凡是与我有关的，都会饱受灾祸。也许远离我，远离风波，才是对母族最好的保护吧。主上，那您可曾怀念做人间君王时右后百印的日子？在您做君王的时候，晋国得您庇佑，风调雨顺，万事太平。您就不想重新回到那个位置，保护母族吗？说不上怀不怀念。500年了，许多事情如同梦幻泡影一般。或许，只有这一轮明月是永恒不变的。没想到你那个小跟班还是有些本事的。
真的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给带回来。10年白羽，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。苏苏还在等我，我要想办法尽快逃回去才行。苍九明，你终于还是站在了这里，这种感觉熟悉吗？我从未来过此处，怎么会觉得熟悉？这是魔域之门，是魔神真身的居所。你身怀邪骨而生，怎么会不认识这扇门？你在犹豫什么？哦，你在害怕，你害怕这一切会被证实。他们能把我带到这里，想必已经有了万全之策。强行突破怕是不行的，还是先顺着他们，再找机会逃脱。家吗？好大呀！家？那是何物？就像动物的巢穴一样。过去我和墨女以赤水之畔的山洞为家，再后来神域捉了我们回去炼化，我们便没有家了。那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子英，他果然是魔神，是我们苦苦寻觅的魔神。你在说什么痴话？他若不是魔神，又如何打开这魔域之门上的禁制呢？罢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没有什么苍九明，也没有什么澹台烬，他只能是魔神。
快来吧，来见吾一面，你会知道所有谜题的答案。现在是吾在问你，吾在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或是让吾来告诉你，你应当是谁，以及吾的诞生。因为天灾。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回去小心点。是要诊治吗？快进来。病痛。我心口疼。行行好，这里不是上好。原来你没钱。贫穷。看什么看啊？你不也没钱吗？还学人看大夫？哈哈哈哈哈！去。哎啊，你好。饥饿。你这个小偷别走！我打死你！污秽。没注意啊你！那赶紧！暴力。干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！你不看看我试试？杀人。微虫。战乱。罪业便是吾的职责，神是这世间的光，而吾便是这世间的阴影。因此，吾无法离开此方世界，在这魔域中独存了不知多久。突然有一天，吾终于想通了一件事：这世间之所以有罪业，正是存在了太多痛苦与欢欣、饥饿与厌足、混乱与秩序，而这些都是相对而生的。自混沌初开便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痛苦无法被消灭，为何吾不可反其道而行，让这世间再无清明？众生皆因浑浊而永远沉溺痛苦。
创造出无喜无悲的安宁世界，独创出了腾飞道。当这世上再无星浊二气之分，便再无罪孽。待我成功之日，三界就会回到我所诞生的混沌，那么吾也就自由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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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师叔，你醒了。小月牙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苍九明，他偷走了你的血骨，是你重伤昏迷了。慢点，你有起来吗？小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师叔，苍九明，他杀了曲掌门，重伤了网之主，抢走了血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待会儿。
了邪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你们打算怎么对谭太姐？各大仙门协同追捕，若他负隅顽抗，就地格杀。不要杀他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李素素，师父尸骨未寒，你却在这里为凶手求情。他杀了师父，难道不该偿命吗？不是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大师兄，我最了解谭太姐，我恳切你无论如何也要给她一个活着说出事实的机会。够了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当日在降魔峰里便是如此，为了包庇谭太姐，竟敢当众隐瞒邪骨的下落。若非如此，师父就不会死，衡阳宗也不会因此蒙羞。我以衡阳宗掌门的名义命令你，从今日起，不许踏出房门一步。大师兄。我这印记是凤羽形状的，可好看了。是素素的凤羽印记唤醒了我。主上，你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白羽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要帮他们？主上。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拒绝成为魔神。过去的你，是那么渴求力量。白羽，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人界君王谭台烬了。如今，我是仙门弟子苍九明。那若是为了夷月族呢？这与夷月族有何干系？500年前，你进入幽冥川不久后，夷月族便被司音和金月找上来。他们说夷月族曾与上古魔神皆有诞育魔胎的契约，如不交出母胎，就是违背契约。只有将你寻回，才能免去灭族的厄运。所以我才被迫为他们效命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族人恢复自由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救他们，就是你成为魔神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他们！那些人里有我的阿妈，也有曾经为你效力的月影卫兄弟。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我们的族人，成为他们想要的魔神！求求你了，主上！我知道你很想尽快把族人救出来，但如果我答应了他们，魔神复生，那4州3界的生灵呢？夷月族的性命固然重要，可
这四周三界无数生灵的性命也是一样重要。还真是大义凛然啊！只要尊上能复生，四英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把你的手拿开！苍九明，你这副皮肉乃是魔神的躯体，我可舍不得随意死我。时隔万年，终于有看到这张脸了。今天心情好，给你讲个故事。你见过这把黄虹伞？它不是器灵，而是我的姐姐。姐姐？她叫墨女，我叫四英。我们生于赤水之畔，相依为命，无忧无虑地过着快乐的日子。慢点儿。直到有一日，神域的战神天昊将我们带走。他将姐姐投入火阳鼎炼化。后来是尊上杀了天昊，救下了姐姐，元神也因此受损，被尊上投入凡间历劫，身躯则与这把红伞合化为一，常伴我身侧。从那时起，尊上便是我永生永世的恩人。然而10000年过去了，姐姐的元神都已归位，尊上却迟迟未能复生，是我愧对尊上。有愧，便是你替魔神作恶的理由。也并非全然如此。虽然我们的确会带来旱灾，也会吞吃过路旅人，但那不过都是我们天性所致罢了，不过是为了生存。就像猛兽捕猎是自然之理，为何只有我与姐姐要？为尊上的躯壳，你所要的，终究是一个幻象罢了。以己之矛，攻己之盾，你都活了10000年，却还如此糊涂，真是可怜。你给我闭嘴！若不是你对尊上还有用处，我现在就想拔了你的舌头。你要杀了我吗？我怎么会失主呢？
你可是我们等了10000年的魔丹，不如让我好好伺候，你就认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放下重回仙门的念头，不如我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刚刚在主上你沉睡的时候，属下们也没闲着，今灭已经将您开启魔宫。 装神弄鬼呀！多谢衡阳宗替我们保下了魔胎一命。如今苍九民已回归荒渊，魔宫已经重启，魔神复生，指日可待。 魔神真的要临世，原来苍九民真的心怀不轨，我的临世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如今苍九民已回归荒渊，魔宫已经重启，魔神复生，指日可待。衡阳宗和逍遥宗窝藏魔界妖孽，导致魔神复生，犯下如此弥天大罪，如今大敌当前。 仙门不可群龙无首，眼下只有我们赤霄宗可以代劳了。诸位意下如何呀？岑掌门所言甚是，药王谷愿听赤霄宗调遣。千机门亦是如此。好，各位掌门。 请速速回派召集弟子，3日后，我要带领诸位前往荒渊，诛杀苍九民。如今仙门已是对你恨之入骨，除了这魔宫，这世上再无你的立足之地了。曲掌门被杀，不好，苏苏有危险。怎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一定是。真聪明啊，苍九民。这一世前尘梦境，你也该醒了。你想做苍九民，可是你兜兜转转，还是逃不开澹台烬的宿命。你在意的人，你爱过的人，他们都会因你而死。还记得尊上的话本吗？苍九民，我要他进入仙门，以为自己走上了所谓的正道，得到了所谓的师友温情，却发现不过是一场虚妄。如今苏苏因为邪果，又替我承受了灾厄。
也许念白羽是对的。你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我不能这样任人宰割。既然你们都说魔神是我的宿命，我便接受这个宿命。你终于想通了。苏苏，苏苏不孝，没有去看父亲，倒是劳烦父亲先来看我。啊，无妨。徐掌门故去，你心中伤痛，没顾到来看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那日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是为父没有保护好你们，才会让他我也不是挨了他一击。父亲，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，你可否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是为父疏忽了呀。苏苏，你要挥剑断情，和那魔胎划清界限，切不可再重蹈你爹爹的覆辙了。啊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安心养伤吧。如今只有这样做，才能验证虚实。二师姐，我想见见你。这荒渊，相较万年之前，荒凉落寞了许多。你怎么会知道荒渊万年前的样子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
你现在在地面身边很危险，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保护你了。父亲，您身上的伤如何了？我听师姐说，您的伤都是自己处理的。我学过疗愈之术，正好帮您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乃万年妖身，一点点血肉都会污了你的仙体的。我本就是您的骨肉，不妨事的。我已没了爹爹，更应在你面前尽孝才是。你当真想看？想看。好，那为父就不辜负你一片孝心了。来。索索，我枉活万年，与你相处的时光，恐怕还不及曲掌门的10分之一。为父有愧啊。其实爹爹他平日里也很忙，做不到事无巨细的照顾我。可他品行高洁，心怀天下，有他言传身教，我已耳濡目染，这便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师姐，你验过我父亲的伤了吗？他当真是被斩天剑所伤。王之主说他乃万年妖身，需用他自身妖气疗养，所以我不曾验看。这伤痕是爹爹的招式。索索，你别怕，再等上13刻，会有人发现你的。弟弟，你还要往哪里逃？哼！原来我那好女儿
阴谋画好了，又给我设套。不错。地面，今天你离不开衡阳宗了。把血骨交出来，你们找到魔宫了。少废话，血骨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，死得轻松一点。 就凭你们，能拿到血骨吗？别在这老头身上浪费时间，莫让地面那老匹夫跑了。 就伤魏玉有点心伤，不行，他们已经找到了魔宫，必须尽快吸收血骨之力，不能便宜了那两个蠢物。小月宝宝，小月宝宝，你没事吧？ 苏苏，方才紫英精烈现身了。他们想救走地面。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抓住地面，拿回血骨。一击失手，地面一定会不顾一切吸收血骨，只怕无法挽回了。对了，季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大师兄听闻岑掌门他们已经出发了，也把师兄弟们召集起来追过去了。 季武今日心绪不稳，去荒原应聘，无异于主动送死。不行，现在得有人去拦住他。那我现在立刻去阻止大师兄。好，你我分头行动，我去追击地面。嗯。恭迎魔神归位！恭迎魔神归位！ 恭迎魔神归位！恭迎魔神归位！恭迎魔神归位！尊上，我们慢了一步，让地面那个老匹夫跑了，要放出群妖去搜他们。不，吾反倒要把他们都召回来。吾要统领群魔，重振荒渊。地面带着血骨逃离了仙门，苏苏也就远离了是非。他现在应该安全。 师父自然不会放过地面，倒是二母与荒渊，如果他们夺回了血骨，强行与我融合，一定不能让当年魔神降临的惨状重演。不对，谈谈就要动手脚。 你们是我的左膀右臂，随我一同入宫。妖魔聚集，应该会有大事。
们活了万年，可曾听说过逍遥宗的舍身剑阵？苍九民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？苍九民！这符文只会对妖魔不灵，好像是我们仙门的法术。舍我肉身，连同这魔域一道毁去。我若身死，你们还能拿什么来迎接你们的魔神回归？澹台烬，你究竟在害怕什么？你竟然做出自戕这种蠢事！害怕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可惜。澹台烬，为何要选择死？明夜，原来这护心灵中还有你的一缕神识。不错，你以神魂炼化护心灵，重新唤醒了它。原来如此，舍身大阵已到了最后关头。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我本就是诞生自魔神的恶念，若我消失，可以拯救4周余万亿，也不枉我来人间走这一遭。世间悲喜，莫过于友情之生灭。澹台烬，你为魔神而生，又为何而死？我知道，生之可贵。可如今，我一人之死，可以阻止更多的死亡。我想守护住这儿，我想守护我身后的一切，一如当年你想要守护住漠河一样。从前你问我，为何选你进入我的般若浮生？此时，你可明白了？那场大战中，被封印的邪骨随着天柱破碎遗落人间。魔神会利用邪骨再度选定魔胎复生。我已耗尽神力，只得在漠河河底留下般若浮生。记则曾在我与桑九身上看到你们2人的幻影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你的死不能阻止魔神的生，你的生才开启魔神的死。如今我能做的已经做完了。澹台烬，该是你做选择的时候了。万年机会，缘尽于此，再见。
若不是那个护身法宝忽然显出，恐怕此刻我们早就已经死了。姐姐，你果然说的没错，那个苍穹灭果然诡计多端。要尽快夺回血骨，唤醒魔神才行。燕白羽，你的主人已被我废去了修为，亮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。你好好的把他看住，待几日后我们回来，替他注入血骨，魔神就能复活，你的族人也就自由了。 你们闻到了没有？好像是人类的味道。在那边，快追！前面就是荒渊入口了，村长们还走不走啊？荒渊汇聚四方妖魔，又占据地利。 如果贸然让各派弟子进入荒渊，恐怕要伤亡惨重啊！可邪骨和魔胎都已回归魔宫，四方妖魔都在朝荒渊聚集，再拖下去，魔神离世只会越来越近。如果让他趁机开启了同悲道，一切就无法挽回了。我看刘指老祖你有点着急了吧？要不这样，你让你们蓬莱的弟子。 先行探查荒渊，我带各门派的弟子在这里谢你了。你当初在降魔峰，是我衡阳宗和逍遥宗保下的魔胎，如今魔胎出逃，酿成大祸，我运率2派弟子先行进入荒渊，为各派探查魔胎踪迹。宫野掌门想要将功折罪的急切心情。 老夫已经体会到了，虽然你们衡阳宗犯的错是不可挽回的，但是先者毕竟以宽宏待人，这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老夫不得不给你们呐。多谢村长们。有什么消息，立刻先传给我们。你们人太少，千万不要应骗。王之主，魔神，不可能！血骨已经被我吸收了，它已经是我的了，我才是新的魔神。王之主，你果然没有令吾失望。你以为吞噬了血骨，你就可以取代我？ 吾的力量就会为你所用，世间一切贪玩之人都只会成为邪骨的容器。你现在是吾的了。主上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真的宁死不当魔神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若没有师父，便没有。
什么人在这里鬼鬼祟祟的？卷。这个人类真是狡诈！千年修行不易，你放了他，我便放了你。放过我！看我吸光你的血！住手！哇哇！你只能成为无。这就是魔胎的一生。我再说一次，放了他。太难吃了！你的血可以吸收我们的妖力，只有魔神的血才会如此。你果然就是魔神。走。不过你又跟他不太一样，你的血滴里藏着一丝甜和一点阳光的味道，只有一丁点，不过我还是尝到了。那是什么？走。主上，他们终于要来硬的了。趁现在司营金月都不在，你赶快逃走吧。可是他们让你看着我不应该相信司营和经理的话。自作主张替主上做决定。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，先想办法离开再说。好。你背着司营金灭将我救走，他们一定会知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不了一死。那以月族人呢？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杀了你，可什么也做不了。为了我一个人的性命，连累整个以月族，这就是你的盘算？我先送你离开，再回去想办法。如果救不了他们，我就和他们死在一起。我帮你一起想办法。多谢主上。他们也是我的族人。走。你受伤了，小心一些。无妨。快到了，出口就在前面。你这个魔胎还真不让人省心呀！不能让他们知道是念白羽。主上，你要干嘛？死吧！No！
去吧！你小子毁我无数妖种，现在就让他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！吸干他！苍九民，真不该留你。不错，你终于肯用魔族的功力了，这才像个魔神该有的样子。我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可惜了，终究是徒有其喜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急什么？血骨都还没有到手。走吧，去把那小子捡了。快点自己爬出来求饶，别叫我多费力气。到时我非要把你的骨头全部折断。出来！我该怎么逃出去？从刚刚魔气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地面很可能已经吸收了邪骨。若是让他带着邪骨回到了魔宫，一切就无法。
是邪骨，邪骨在吸收力量。 尊上，子英，吾的复活还需要力量。这是魔神的声音，地面被魔神控制了。尊上，死婴，你不愿奉献给我吗？从你带我回来的那一天，死婴就决定了。死婴往后就是尊上的一部分了。死婴。 他这是要去魔宫？难道他要去开启同悲道？这太危险了！不行，我得立刻想办法通知仙门。 怎么办？这样走太慢了。这是师父设下的警戒精灵。用魔气触发时刻法阵，仙门马上就会发现，这是最快的办法了。
是荒渊附近的警戒精灵，有魔气，触发了警戒。谭台烬，总算找到你了。魔太已现身，邪骨应该还没有跟他融合。诸位，速与我开阵！降魔之阵。公爷是，公爷掌门，我愿意带领逍遥宗弟子前往，升级苍穹冥。公爷掌门，不可！他是谭台烬，是天生的魔胎，他杀害了师父，夺走邪骨，他早已不是你们认识的苍穹冥。时至今日，你们还对魔胎心生怜悯，要不是你们妇人之仁，四周各派怎么会被逼到如此的境地呢？为什么？他们人都去哪儿了？谭掌门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仙门不能再对他心慈手软，否则下一个殉道的，不知会是哪个门派的同道。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绞杀魔胎正在此时。谭台烬，这次你逃不掉了。为什么没有人来？快去阻止丁爷，否则来不及了。谭掌门这是下了死手。老夫就是要他灰飞烟灭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听命！随我进入荒渊追捕，见到谭台烬，格杀勿论。走。起来，去为我开启它！打开这扇门，开启同悲道，吾的计划就在此一举了。
我。